这么大尺寸的模型，我不知道玩光固化的朋友有没有尝试过，反正是我目前打过的最大的一个单体模型了。虽然之前打印过比较大尺寸的模型，但是之前都是拆件比较多，而这次打印的蜘蛛侠模型总共就拆了3个件，尤其是这身子和头是同一盘出来的，超大的一盘，完全没有脱落的迹象，而且表面的精度非常高。那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打印大尺寸模型以及提高模型打印精度的操作细节。这次用到金通的刚性光固化树脂，流动性很好，打了几次模型，像之前测试了一个裂空座的模型，零件这么薄的位置都非常顺利的打出来了。其实我觉得3D打印偶尔翻车也是正常现象，但是金通树脂竟然承诺翻车包退，你可以找客服申请仅退款，这是真自信啊！首先，切片软件里边，第一步要选择树脂进行设置。这种精品类模型需要它日常摆放更加稳固、不变形。树脂的参数设置一定要看每一款树脂的推荐参数。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同一款树脂的不同颜色，它对光的吸收率是不同的，所以它对应的曝光时间也会有区别，而不是说同一个品牌、同一类树脂，不同颜色能直接上，这是一个新手容易忽略的点。在设置完参数以后，这儿有一个打印速度，一般就用默认速度去打印，正常来说没问题。但是现在这个打印机都比较卷，一般打印机会把这个速度调得偏高，来凸显机器又提升了多少速度。但实际光固化，你把它速度降一降，也能够进一步提高它的打印精度，因为每一次的抬升都是对模型的一次拉扯。这样倒吊着在打印过程当中的模型，它其实每一层刚固化完还是相对软质的一个状态，每次的拉扯呢可能会让它产生形变。还有就是这么大尺寸，如果打实心的，一方面很费料，另一方面就是它太重了，每次拉扯过程当中，模型很容易无法脱离离型膜，从构件板上掉下来，所以我们要抽壳，我用了2毫米厚度。另外，关于模型内部的填充结构支撑要不要添加？如果你打印的是这种底座一类大跨度的平面，那最好还是加支撑，避免它发生形变。如果打印的是这种人物的模型上半部分，那其实就不用加支撑了，因为它没有大跨度的平面，变形的风险会比较小，或者说是它变形也看不出来，不会像平面变形影响那么大，所以直接镂空就可以了。抽完壳的打孔也有个小细节，为了避免树脂液体留在模型内部，可以选择在底部打2个孔，一般在5毫米以上，越大的模型也要对应放大，然后在顶部位置可以再开一个孔，上面的孔进气，下面的孔流出液体，这些孔尽量不要在有纹理的位置，这样后期方便去填补。如果孔打得比较隐蔽，不填补其实也不太影响外观。打印的过程中，相对其他树脂，金通的树脂气味更低，而且有检测报告，相对更加安全。不过我还是建议带好常规防护，多一重保护总没错。打印完成，获得了一个如此完美的打印效果，而且因为打孔位置比较合适，打印完我没有立刻取出，静置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模型内外表面基本没有什么残留的树脂液体了，酒精当中简单清洗一下其实就可以了。金通这个灰色树脂打印出来就是很有质感的一个模型了，像黑色、白色、肤色等等多种颜色，可以根据你的模型需求去做一些创作。刚打印这个模型深灰色质感，我想保留下来，只把一侧给上色，做一个渐变的效果，这样给单侧喷个漆上个色。金通这树脂实际使用下来，无论从医用程度还是成型质量都很 OK， 我直接用它推荐的参数就很顺利的完成了打印。这款树脂也是天津大学背书的博士团队研发，还出了类 ABS 和超韧树脂，最近活动力度也比较大，大家可以去看看。制作完成，咱们一块来看看成品效果。如果你也想玩3D 打印，欢迎在评论区交流，也希望可以点赞、关注、支持一下，我会分享更多好玩的3D 打印相关内容。那咱们下期见。